其实德国远在万里之外啊，中国的发展对于德国来讲，应该说机遇是远远大于挑战的。那么，为什么舒尔茨要大老远的跑到亚洲来和日本商量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呢？德日走近会给本地区以及整个国际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赵先生，德国为什么会这样做啊？我觉得可能是出于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德国要向美国方面示好。那我们知道，德国和日本是美国霸权体系下东西两翼，也就是欧洲一翼和东亚一翼的核心国家。那这2个国家他们之间的相互走近呢，就向美国表明，在这个霸主体系之下，那么这2个次级的核心国家，他们愿意通过加强在防务领域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来共同的应对中俄的崛起。那为美国的霸权体系呢出一份力。第2个方面呢，我们知道在东亚地区呢，实际上原来的经济合作以及经济地区化、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主流的趋势。那这次的德日首脑会晤，实际上呢使得东亚地区的这个经济与安全的这种平衡关系呢遭到一定的损害。最关注表面上好像无所谓，而实际上看得非常紧的实际是美国，因为美国知道日本和德国不仅是2个2战中的战败国，而且也是2个始终处于美国高度关切之下的国家，也是美国在西方经济阵营中2个最强的国家。那么如果这2个国家失控或者不听美国的，对美国来说是打击和损失相当大的，但是呢又不好公开说，所以就造成了目前这样。舒尔茨到日本访问，美国我们看到从主流媒体到官方结构都不报道也不说，而这个美国保持静默，而恰恰是美国利益所在保持静默，这种表现本身就是很值得玩味的。对于这次舒尔茨的日本之行，很多评论都认为反映出德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辜先生，您在德国有什么观察？现在的欧洲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催生了欧洲的新闻界、媒体，包括这个精英集团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对俄罗斯的能源的这个依赖性对我们产生这么大的伤害，那么对中国的未来的这个经济的依赖性，如果哪天爆发地缘政治冲突，我们也可能来不及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就开始准备考虑如何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德之间跟俄德之间的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俄德经济之间没有互补的现象，是德国完全依赖俄罗斯的能源，而中德经济呢是可以互补的，双方之间是可以互通有无的。而我们也看到德国最近在华的投资是增大而不是减少。现在德国中的一种情绪，从某种意义上是愤怒和恐惧的结果，不是理性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舒尔茨到日本访问一次就得出结论说德国要跟中国拉开距离，想背中而去。第一，这是不可能不现实的；第二，这样说也是不理性的。我们知道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舒尔茨跟习近平总书记通过电话。再一个呢，确实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舒尔茨这到亚洲不是说背离了所谓的中国优先的政策，而是想和日本协调，在战略上做一些协调步骤。德国总理舒尔茨开启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行，但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日本。他在日本表示，德日一致同意要对俄统一制裁步调，并启动政府间磋商，以推进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其实，从直线距离来说，德国和日本距离约8900公里，分属欧洲与亚洲。前任总理默克尔从没有单独访问过日本。那么是什么让舒尔茨对日本另眼相待呢？舒尔茨访日的路程也颇费周折。据德媒报道，这次访问为了避开俄罗斯空域，舒尔茨的专机被迫飞越北极点，绕了一个大圈，这就导致舒尔茨往返日本总共花费了接近27个小时，比他实际待在日本的时间还要长。日独は前例のない強力な対ロ制裁を実施するとともにウクライナへの支援を強化してまいります。有意思的是，4月29日，舒尔茨结束为期2天的日本之行。当舒尔茨乘坐的德国政府专机从日本起飞时，飞机上还载有大量日本捐给乌克兰的纸尿裤等物资。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德方将把援乌物资运输至波兰，并就最终运至乌克兰进行协调。
据报道，德日将新设两国首脑直接参与的政府间协议，以明年召开为目标达成一致，并商定了提前举办德日外长防长2+2的下次会议。要知道，德国目前在亚洲只与中国和印度保持政府间的磋商机制。因为在这个欧洲内部啊，德国也经常被批评，包括德国内部也会有这种顾虑，就觉得这个德国和中国啊这个走得太近。那么他希望呢，就是说要减少所谓的对中国的这个单边的这个依赖，所以就是他要使得相应的这个关系啊，包括经贸关系要多元化。那么这里边其实也有这样一个考虑在里面。事实上，对于日本岸田政府来说，加强对德关系也不失为良策。一方面，日本将在德国之后担任G7轮值主席国；另一方面，现年64岁的岸田来自广岛，而广岛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到原子弹破坏的城市。核裁军一直是岸田的一桩心事。有专家认为，岸田在这个问题上将德国政府视为潜在的盟友，并希望将广岛作为明年G7峰会的举办地，因此与德国的协商就不可避免。而另一方面，在记者会上，舒尔茨还表示，今后德国会加大在参与印太地区相关事务的力度。Klares politisches Signal, dass Deutschland und die Europäische Union ihr Engagement in der Indo-Pazifik-Region fortsetzen und intensivieren werden. 其实还在默克尔任期内的2020年，柏林政府即已首次推出印太政策指导方针。此后，德国在这个地区显示出更多影响力。2021年8月起，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在该地区巡航了6个月，并曾于当年11月停靠横滨港。此外，德国空军计划派遣6架台风战斗机，以及3架 A330 空中加油机和3架 A400M 运输机参加今年9月5日至23日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多国联合军演。德国空军参谋长戈哈茨表示，这是德国空军向亚太首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部署，因为德国准备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德国空军司令格哈兹和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井筒俊司已经商定，届时3架德军战机将对日本做短期访问。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安全学者岩间洋子分析称，2战战败给德日都留下了许多规制。德军仅在解体的南斯拉夫和阿富汗执行过军事任务。由于和平宪法的限制，自卫队迄今为止仅派出过士兵协助重建。日本和德国目前都计划迅速增加军费支出，并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络。舒尔茨和岸田未来可能成为安全政策的切磋伙伴。两个国家目前都在寻找一种新形式的身份认同。我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因素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为对吧，毕竟安全上德国仍然要依靠美国，他也不能够得罪他。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仍然是有着他这个不同于美国的他的这个利益的这个诉求，所以呢，我觉得德国和欧盟他可能也是要非常的这个小心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筹划吧。怎么样？一方面就是说不去这个得罪美国，对吧？另外一方面，他又希望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性，来确保自己的利益的这个实现。